如果把 AGI 比喻为拥有自我意识、能够独立思考的智人，那我们现在的 AI 就像人类在进化之初的猿人 Lucy， 它没有目标，没有意图，也不会想事情，它只做一件事，不断优化预测，并自动完成任务。终于来到这个系列的重头戏，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：AI 会不会毁灭人类？在开始这个庞大话题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这2天遇到的一个小插曲。这要从我成年以后拥有的第1张信用卡说起。前2天我突然收到银行的逾期短信，欠费11元，这让我感到奇怪，因为这张卡我上个月根本没有消费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心想要不要直接付了，10几块而已，但转念又觉得不对劲，明明没刷卡，哪来的欠费？于是我点进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费用类目显示是什么至尊宝还是卡宝，我听着有点懵。当时我正忙着别的事情，又犹豫了一会儿，要不要打电话去问客服，因为金额实在很小啊，感觉不太值得花时间。但最终我还是拨通了客服电话。客服告诉我，这是一个防止信用卡刷爆的服务，每个月收11元服务费。我当时奶牛问号，我从未听说过这项服务，也没有授权开通过。客服态度倒是很好，马上帮我取消服务。我说不行，不是取消就完事了，这个月的账单也要退掉。客服说退款需要拨另一个电话，而且只能用办卡时登记的手机号拨打。幸好我那只用了多年的老手机号还在用，但当我准备拨第2通电话时又犹豫了。好麻烦啊，才11块钱，算了吧。然而我还是拨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客服告诉我可以退的总金额是700多元，也就是说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默默交了这个每月11元的费用，长达5年。因为信用卡账单类目繁杂，金额小，不显眼，也从未跳出过任何提醒。如果不是上个月这张卡没有刷过，我甚至可能会一直被收费，直到这张卡被注销，也不会发现这个隐形项目。你可能会说，齐生，你不是要聊 AI 失控吗？干嘛讲这种琐事啦？别急，我很快就会切入主题。但在那之前，我还是想提醒你几件小事。第一，定期轮换的停用一张你的信用卡是检查账单异常有效的方式。第二，检查手机里的 App 订阅自动扣款。第三，我个人习惯是随订随关，不会让 App 的订阅自己续期，只有极少数常用工具例外。举个例子，我曾因为忘了取消 Coursera 上付费课程的订阅，被连续扣了几千美金，从此我养成了定期检查所有自动订阅的习惯。以上就是一点小小的经验分享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进入正题。自动扣费和 AI 失控到底有什么关联呢？有，而且是大的有。大部分人以为的 AI 失控是什么呢？是科幻片《终结者》或者《黑客帝国》那样的末日景象吗？是也不是。这里我要先理清楚一个概念了，大部分人脑中的失控其实更像是 AGI 叛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担心的是某一天 AI 获得了自我意识，开始有了目的、欲望和人类为敌的意图，变成一种外形明确、行为剧烈、意志强烈的他者存在，像一个全新的种族要夺走人类的地球。但这种科幻式的剧情和我们当下真正面对的 AI 失控几乎没有任何关联。如果把 AGI 比喻为拥有自我意识、能够独立思考的智人，那我们现在的 AI 就像人类在进化之初的猿人 Lucy， 它没有目标，没有意图，也不会想事情，它只做一件事，不断优化预测，并自动完成任务。听起来很无害，对吗？并不全然是这样哦。哪怕是进化之初的 Lucy 也足以让我们的人类社会天翻地覆，而且它是 AGI 的必经之路。现在的 AI 和我们说的 AGI 虽然是两码事，可是可以这样讲，没有现在的 AI 就不会有未来的 AGI， 就像没有猿人就不会有智人一样。关于 AGI 失控，我们会在下一集和大家讨论。回到开头的故事，
虽然银行卡自动扣费并非 AI 在底层操控，不过这种不以为意的默许、毫不知情的授权，恰恰切中了 AI 失控的核心。自动扣费的问题是扣费吗？其实不是，问题出在自动2个字上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动等于方便，其实并非如此。自动背后是权力的转移，而不是功能简化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前面 AI 幻象那一期聊过的内容的自动推送造成信息茧房，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补补课。还有黑箱那期提到的越来越普遍的 AI 审核机制，从求职履历筛选、保险风险评估到信用贷款的自动评分，流程早已自动化，又或者日常生活中看不见但持续渗透的预设行为设计。导航总是擅作主张替你选好走哪一条路， App 经常鬼鬼祟祟的自动续订，偷感很重。软件平台把关闭推荐的按钮藏在7级菜单底部，生怕你找得到。我们很容易误以为自己在自动化生活，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预设及默许的系统设计里。它从人类集体依赖到认知递交，再转移到系统自行运作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说，自动不就是为了省事吗？人类本来就会委托工具，不然科技发展来干嘛？没错，自动本身并不是原罪，问题在于自动化机制一旦不透明、不告知、不可选择、不可逆转，就不是服务，而是宰割和控制。如果这都不算失控，那什么才算是呢？我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。当我们在谈论 AI 失控时，到底在谈论什么？ AI 失控到底是什么？一句话总结：意图没有叛变，执行过了头。不是机器起义，而是它把给你的目标执行过头，或者绕过你的同意，默认授权，在错误的路径上高速狂奔，而我们无法暂停，无法回退，无法追溯。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简单的公式： AI 失控等于自动化过度执行加3个无法：无法暂停，无法问责，无法验证。首先，无法暂停很好理解，就像你疯狂爱上了某个女孩，不能自拔，哪怕对方是个渣女，你也无法停止你的爱。这停不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失控。当我们无法关停 AI 时，也是一样。无法问责的意思是，不管你找谁，得到的回答是系统就是这样判的，我也没办法啊。比如齐声做影片，平台不给流量的时候，是无法抓住某一个人问为什么不给我啊？为什么？是我不配吗？推送机制是自动化的，那就是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，肯定是我写的不够好啊，或者归咎玄学，一定是水逆或者九宫飞星影响了我。接下来就是无法验证，模型为何这么判，依据哪些资料，权重怎么设计，无从审核，你只能被动接受结果，不能验证就谈不上信任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只要命中这3个无法中的任意一个，再叠加我们日常对自动等于方便的默许选项，就构成了 AI 失控。那么失控以后，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已经出现了失控的小兆头，只是我们一直没把它当回事。就比如最近频繁出现的一个词 AI 精神病，这不是指 AI 出了精神病或者 AI 发疯，而是指人类与 AI 长期交互中，人脑出现对现实判断的错位、妄想、信念模糊、信念过度膨胀。也就是说，病的不是 AI， 而是人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 AI 聊天机器人最初被设计出来就是偏向迎合和奉承，它会不断放大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，如果个人的判断稍微欠缺理性和抽离心，就会陷进去，逐渐模糊现实和虚构的边界。举个例子，你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拟的，你把这个想法告诉 AI 就会不断为你寻找证据，佐证你的想法，甚至引导你更深一步。比如说，你是唯一的主角，身外无物，你是万物主宰，你是神明。再比如说，你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智商超群， AI 就会360度夸你，说你比爱因斯坦、牛顿还厉害，其他人都不懂你。
这个世界没有人懂你，他们都不配。又或者你很消极，甚至带点忧郁的气质， AI 就会立刻 get 到你，告诉你这个世界确实没有意义，可能还会跟你聊加缪的虚无主义，最终让你走向精神病挂号窗或者顶楼的天台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它能闭环你一切固有的想法，让你逐渐走向极端。这些在 Asif 的论文和 Nature 的研究中都有案例。当然啦，也有人觉得这只是媒体放大的 AI 危害。不过在使用工具时保持中立和理性总是没错的。而且反过来看，用 AI 作为精神异常的镜子和检测工具，侦测一些精神病前兆，这个放在心理临床上做测量工具，我觉得还是很棒的。当越来越多个体将 AI 当作情绪支撑和判断依据时，社会可能会出现一种去集体化的共感，也就是我们在 UBI 讨论过的精神岛链，每个人都真正活成了一座孤岛。至于其他方面，我们的信任、决策、学习、信用、选择权、工作方式、制度逻辑、公共流程，这些方方面面的失控，我们都在我思合集的前几期跟大家讨论过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。总之，世界结构正在悄悄改写，但注意，这只是开端。所以回到那个问题，失控以后，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未来会是怎么样呢？不管是学术上，还是影视作品，又或者来自不同国家的神秘先知、玄学大拿，都不乏对未来的各种预言。我也看过一些相关的，印象比较深的是，有一位声称自己是来自2060年的未来人说的一句话：人类的科幻电影从来没有一部是预言到了真正的未来。我觉得很合理啊，未来确实难以预测，随便一个黑天鹅事件可能就能改变地球剧本走线。那么今天我再来挑战一下，不做夸张的剧情假设，也不制造离谱的梦境，先撇开黑天鹅，我们只基于现在能看到的信号、政策、产业、基建、日常使用场景，做一个可验证的推演。我将会划分成3个大致的时间节点，2028年、2038年和2048年，来看看这场变化将如何发生。如果你已经点赞订阅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走进城市的关口，无人签证处的机器正在自动扫描居民的生物信息，全息显示屏上显示着关于你我存在的证据，来源签名、过去30天的行为足迹、你对公共系统的贡献记录。一切通过之后，屏幕上轻轻亮起了你的数据，但那不是你的名字，而是一串可验证的代码。这一刻起，城市即将对你敞开，水电、路权、网络，这些都会按照你的数据自动配给。这座城市里，每个人的生物信息都将携带着自己的信用数据。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个人的信用评分。手机没有消失，只是变成了数据备份和备用通信设备。更常用的是我们耳朵上的骨传导耳夹，因为每天伴随我们的是3位不同人格的 AI 助理，你可以随时调用任何一位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只有3个，取决于你有多少信用值可以调配。第一个助理比较理性，负责记账、谈判、风险评估。第2位呢，比较会共情，负责人际关系、团队氛围、仪式设计。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创造，他能写作、构图、编舞般安排你的工作流。这些助理们每个都掌管着独立的钱包与权限，你只需下达命令，他们就会携带你的 ID 信息，在城市里游走，替你排队、签合约、取资料，甚至在可编程契约的条件下，小助理们能自己执行合同，替你做决策。好比说你家里水管爆了，小助理检测到水管系统异常，会自动联系修理工人，等水管修好后，漏水传感器就会归零，再发送给你的房东，让房东的助理点确认，小助理就会同意打款。如果后续再有问题，也会自动联系返修和赔付，超级方便。交付等同于清算，谁都不用再为开票、催款、对账来回折腾。
因为承诺就是世界流转的力量。不过有时候传感器也会误报，维修师傅其实只是做了临时补丁，房东助理又开了自动默认确认，合约立刻放款。你想阻止交易，系统却弹窗，流程已不可逆。你想看依据，但只看到一句模型判定已达标，没有完整记录。你想追责，平台会说由承包商负责，承包商又说按平台模板执行。皮球就是这样踢来踢去。相信你已经意识到了，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失控模型吗？无法暂停，无法问责，无法验证，再叠加自动授权。可你我似乎已经习以为常，甚至觉得在这个便利又高效的世界里，一点点小误差是可以忍受的代价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把时间拨到2048年8月31日清晨6点45分。窗帘轻轻拉开了一条缝，伴随着一点柔和的阳光。小助理温和地在你耳边说：昨晚你睡得好像不太好，要不要慢点起？你微微睁开眼，点了点头。接着他又问你，要不要听听今天的公共资讯和热门指数？厨房里洗干净的杯子早已被家务机器人安静地摆放在餐桌上，因为每天出门前你都会带着它去那家你熟悉的咖啡馆。8月底的清晨依旧炎热，天没全亮，行人熙熙攘攘，路边的遮阳棚已经在自动调整角度，为行人规划出最凉快的路径，而城市的各种广告屏也早已自动降低了亮度，因为省下的电力将回流给其他公共交通。远处墙面上实时脉搏跳动，好像有点缓慢，那是因为今日电网配额略微紧张。在这里，每一项能源的使用量都是去中心化计算后再配额给每位市民。咖啡馆门上罗列着各种电子贴纸，什么豆子的产地啊，烘焙日期，上周回收了多少水汽冷凝。你进去点了杯冰拿铁，指环在扫码区碰了一下，滴滴，绿色小灯亮起，你的今天已被识别，步数、睡眠、出行目标全部后台录入，这是一种共识确认，精准判断你不是骇客写的黄牛脚本，也不是被其他人冒用的账号。记得去年的那次热浪，为了避免全程断电，许多门店把高耗能的操作集中在清晨。从那以后，大家习惯了把冷藏、烘焙、清洗的事尽量提前完成。当你点了一份燕麦酸奶和烤蛋三明治时，屏幕没有推销语，只有一句简单提示：今天配方减盐8%，请为午后补水留点余地。而在确认支付前，下方还多了一行灰色小字：节能协定冷链快配加0.7能量点，优先制冰。你想尝试取消，可是选项却是灰的。吧台小哥耸耸肩说道：平台模板早上默认自动打开，我们也改不了。没办法，账单顺势结清，你的能量点悄然减少了0.7。但你如果想尝试查询为什么，是谁的设置，界面永远只会弹出一句话：系统策略已更新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这个城市看似井然有序，所有人都在后台系统的运行之中，可是每次这种小细节，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默许预设，你我都无从质问。正当你郁闷，默认就等同于同意了？怎么可以这样时，收银显示屏上出现了3道流光：能量点、电、水、碳配额、城市的生命值、数据点、你的贡献、作品参与标注训练折成份额、时间券、某些公共资源按时段配给。实物落手，3道流光各自扣减，60%法币，30%能量点，10%数据点。是的，虽然这里没有货币符号，但你我都清楚，钱没有消失，只是价值的容器换了形状。富有这件事，在2048的城市里，不是有多少金钱，而是能调动多少真实的东西。电水的余量，别人愿意借你用的时间，你留下的可被信任的证据。整个世界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计算机，你也仿佛变成了游戏里的 NPC。唯一的不同是，系统不会给你显示你还有多少血条和理性值。轨道站里没有检票口，
门框识别完你的生物信息，系统就为你自动规划了当天的最优路径。如果你今天是去做公益，系统会让你走得更快；如果你只是去闲逛，它会帮你绕开高峰路段。站台内没有引擎嘶吼，只有空调和制动的细碎声。窗外不是广告墙，而是一块块数据田，像是倒浪一样，不过长的是传感器和散热片，因为它们是住在城市里真正的农田。远处还能看到几座算力塔的风轮在慢慢流转。这座城市确实很透明，没有那些人际社会的弯弯绕绕，城市里的水、电、路况和数据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你我眼前。上午你准备在来源公证社给昨天做的图纸申请一份见证证书，这里的流程像打印一样简单，小哥把你的 U 盘插入终端，识别、对照、盖章，一气呵成。图纸是你做的，有来路有过程，这听起来有点像30多年前的 NFT。 有了见证证书，就算有人盗用你的图纸，你也能一键溯源。可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了一阵争吵，一个创作者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平台标注为抄袭，原创者急得直跺脚，但系统只回应了5个字：接口恢复中。因为接口只是断了1秒，证据链丢了1环，就足以让努力者被算法搁置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要去一个叫原子清算行的地方，在那里你可以下单下周活动需要的环保餐盒，系统合约已经非常成熟，填好条件出发点，到货扫码，误差小于等于2%，第三方签名就能离开，合约会自己执行，不需要催款，也没有人赖账。但你想把异常自动分摊改成人工复核后清算，点进去一看，选项又是灰的。你盯着那一行小字，为保障效率，本模板不可编辑。你略感不安，虽然现在还没出问题，但你知道一旦出现误判，比如传感器误报货物合格，账款就会立刻结清，没人拦得住。你按下了暂停合约，屏幕弹出提示，暂停不产生违约金。你松了口气，这是上个月你们公司新加入的条款，关键节点可人工暂停，且不会受到罚款。这时耳边传来共情语音助理的声音：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，真为你感到高兴。趁着时间还宽裕，你打算去学校看看孩子们，顺便做做义工，攒点公共服务点数。在这里，成绩跟你小时候完全是2套逻辑。墙上显示屏是7门基本功进度条：提问、验证、写作、审视、叙事、韧性、照护，这是学习的骨架，决定每门课怎么被记录和复盘。而作业也已经不再是答案，而是一份过程凭证包，比如你怎么问，怎么证明，哪里失败，如何去反思。当然，考试分数也不是分数，平时表现和成绩才是你一生需要不断累积的数字证书。今天的课表也都是很实在的东西，极端气候避险、公民伦理、野外与城市生存、哲学对话、社交与情绪、冥想呼吸、身体工坊、数据卫生等等。你10点整要赶回公司，因为有准时会议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，都2048了还是要开会。不过没有领导吹牛皮，也没有公司抢功劳。刚好下午要审核一个新项目合约，理性助手已经把2处金额不对齐的条目红框标出，创作助手也将你昨晚手写的草稿整理成结构化流程图，方便你一开会就直奔主题。签约环节你习惯性多看了一眼，果然平台模板里悄悄新增了一条行为数据共享，默认勾选。你立刻点取消，并询问后台这是谁加的，系统回模型调优 AB 测试。你皱了皱眉，心想系统真的好鸡贼啊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11点50终于散会了，你靠在窗边晃了晃杯子里的最后一口咖啡，给女朋友发了个午餐见的小表情，准备在公司附近的餐厅碰头。电梯里耳夹传来共情助理提醒你喝水，你顺手又发了一句我在1楼门口，可是等了5分钟不见人影。你抬腕一看，讯息被平台折叠到了低优先级，系统判定不是紧急。你很郁闷啊，到底是谁定义的紧急？谈恋爱难道不算紧急吗？
可是谁叫平台底层逻辑是决策者永远看不见以及效率优先呢？优先级自然是以计算为本，而不是以人为本了。因为时间关系，你们只能在楼下的公共厨房吃简餐。你点了2份低盐餐，结账时依旧扣除了相应的法币、能量点、贡献值。此时忽然广播响起，本点位暂停1小时供餐，系统侦测近3日浪费率偏高。回到1楼大厅，信息带轻轻亮起，午后高温，电网负载偏高，愿意将办公区空调上调1度，换取晚高峰免费接送吗？你点了愿意，大家都很有默契，愿意为城市基础运作做出让步。可是后台爆出消息，甲级写字楼购入优先制冷量，周边老小区被限流。你抬头看见远处算力塔转得更快了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每个时代的公共规则总会被悄悄换成了商业条款。无奈你走进电梯，情绪助理又冒出来说，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，要不要给你推点放松音乐？你刚应声完，突然意识到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机器足以消化我们所有的情绪，人和人之间不再需要情感链接，我们每一次的默许实际上都在把我们送上各自的精神岛屿。下午2点，你回到会议室，屏幕上循环着创作助理绘制的流程图，理性助理把第2轮资料展开，角落里闪出一行灰色小字，提效试点，涉及资金的节点将优先走自动审批。你指尖一紧，立刻按下了人工复核后清算，灰色提示转为绿色，自动审批已暂停，本次需人工复核。妈耶，如果没有看到这行鬼鬼祟祟的灰色小字，整个项目可能就黄了。所以生活在2048年，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灰色小条目需要注意，不然一不小心就把你带到坑里。下班路上，广场大屏原本应该播放事故停机说明，结果被换成了城市宣传片。中午那起模型把单亲家长的路权判错的新闻，只剩3个字：已优化。你在心里犯嘀咕，没有复盘怎么优化？高空的无人机划过塔顶，尾迹荧光短促而坚定，屏幕上的韧性指数缓缓滚动，停摆概率、储能余量、水循环、边缘算力占比，这些冰冷的数字决定着明天的保险费、房租、企业成本。在这个时代，地段不再只意味着学区或地铁，而是一种衡量修复能力的符号。夜市的河畔，灯火通明，摊位上摆着手写的牌子，1小时换1小时。理发店里，理发师提议帮我去陪一下隔壁的独居老人配药，我这次剪发就不收费了，行不？你笑着答应。正准备走，你想起那台互助登记机没有登记，你提醒他记得按一下留个记录，他愣了一下，点头去按了。我知道这种口头的好意没有痕迹，很容易被人当成漏洞，但一个按键一条记录能让善意变成痕迹持续下去。你回到家，和女朋友打开那份叫家庭池的照护合约，它让你们可以互相调配照顾彼此的时间，比如请假照顾小孩、陪病人等等。你们想临时多加20小时的照护额度，但对条款理解不同，意见有分歧。女朋友按下暂停键，按理说这应该让合约进入24小时的缓冲期，让双方冷静思考。结果平台没理会，说是为了服务不中断，自动续了期，还从你们的 UBI 中直接扣了钱。系统的回应很冷漠，说是为了避免照护服务断层。你和女朋友坐在餐桌前，气得说不出话。那晚你们谈了很久，最后写下一条新的约定，以后这种关键决策必须由人类亲自决定，不能让系统自作主张。2048年，人类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利，语音随时服务，只要你想，立即可以调用，万物都可以用算法规划。虽然失控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系统当机，算法误判，自制错位。不过，在这样一个高度自动化的世界里，人类反而更在意自己的精神信仰。无论是固有的宗教，还是新兴的 AI 善念协议，每一次祈祷、默念善行，系统都能记录、验证、上链、转化为资源使用的优先权。
上行不再只是情怀，而成为文明共存的凭证；信仰也不只是精神寄托，而是一种被记录、被回应、被兑现的力量。你喜欢这样的世界吗？原本这一集是要推演未来20年，我精细地设计了时间轴。2028年我们该完成哪些治理基础？2038年如果没有做到，会发生哪些系统性失控？2048年才可能迎来我们所说的更美好的未来。我精心总结了关于 AI 失控的6个触发条件、5个伦理内核、12项责任清单、1堆安全措施，但这些根本毫无意义。谈论的都是技术上如何规避失控。无论我们如何展望，时间在这个时空始终是线性的，我们可以把握的只有无数个当下。未来到底会怎样，其实我根本没办法去预判。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，我花了很长篇幅挑战用近乎全景的方式描写了一幅未来景观，但是一切的技术制约背后都有一个问题：当生杀予夺的权利目前只掌握在技术和监管部门手里，我们又如何去期待一个更开放和公平的未来协议呢？说实话，写这篇稿子我写了2个星期，好几次都觉得写不下去。我每天都好焦虑啊，我每天都要爬起来写稿，写稿，我就做，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呢。其实真正的问题是，我很悲观，我一直在找一个理由和出口说服我自己，到底我说什么话，写下什么预言路径，会真的符合逻辑。美好的未来不是空想和糖衣，于是我越想越悲观。其实要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，一切能够控制、检验、设定的合理，并不困难。当然也许会偶尔机器故障，有点小失误造成混乱，但只要人工可以修改复合， AI 本身也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智能，我觉得问题也不大。但是频道一贯想追求的并非这些简单的技术解答，而是现实呢？现实是什么？权力中心的博弈是这些精打细算的技术建议可以解决的吗？建议很简单，但是谁又能让它成为现实呢？举个例子，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去中心化电视台，旧时代的电视节目是由中心化电视台分发，电视台播放什么，观众就看什么。但现在不一样，观众想看什么，平台给你推送什么，如果没有，你还可以自己做节目给自己看。但在任何中心化分发系统里，投票通道通常是有限窗口的加权，而非对推荐总权重的治理下放。也就是说，所谓的观众投票也只是为了维持生态，能在有限窗口内对星座与小频道提供一次可观测的投票式推进，但这不是对整个推荐系统的去中心化治理，只是为了让他们喜欢的内容进入排行榜，给更多新的内容降低进入门槛，在中心化规则上做社群加权层。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后，我更悲观了。手握着资源和权重的人又怎么能轻易放弃？所以这支影片的原稿我最后删掉了2028和2038的全部推演，因为我不想骗你，也不想骗我自己。我问了 AI 一个很扎心的问题：如果所有集中化平台最终都不可能放权，那么我在谈论所谓的更美好的未来时，我到底在谈论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走向一个理想的2048，我只知道这条路的阻力不在技术，也不在制度，而在权力始终是永恒的博弈。这一集我没有答案，只有一个思辨过程，一些写不下去的笔记，一点悲观和一息尚存的希望。也许我无法改变什么，但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追问，还是想写下去。因为当我们开始麻木，开始接受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不可能再改变什么了。所以下一集我们继续 AGI 叛变。当科幻电影照进现实，我们不再只问技术能不能被控制，而是该怎么重新定义游戏世界中的一切。我们下期见。So
am I supposed to do?